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第一语，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在11月份有什么你们值得期待的事情，好的改变会发生。那在我们面前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首先第一张牌就是圣杯8啊。我觉得11月份的好消息就是你们终于可以动身前往某个地方了。可能说你们之前的这个行程早就已经定下来了，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一直在推迟。而且呢，这种动身它有一点像是单程票啊，就是一旦动身这就意味着是你们乘坐的这趟列车它会单向的驶向终点，没有返程啊。所以我觉得这张牌它是一个新的开始啊，新的人生，新的人正在向你们招手，是你们主动决定前往一个地方，又或者说工作和学业被动的去派遣到一个地方。但是无论怎样，它都意味着是新的开始啊，可能会告别一些人，告别一个环境。在这个过程里边呢，会有一点伤感啊，但是你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啊，就是只有当你们往前走的时候，苦才会往后退，走得越快，做出的决定越果断，那些人生的苦难才会追不上你们，你们已经无暇顾及过去啊。我觉得这张牌它可能更像是一种象征意义吧，你们会走上一条孤独的路，在漫长的岁月当中不断的学习和修正自己啊，然后呢，你们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告别那个曾经孱弱的自己啊，你们会坚定的去对抗阴影，艰苦的创造啊，不会为任何人驻足和停留，你们仍要坚定的前行。你们会坚持自己的使命和方向啊，保持自身灵魂的澄澈透明啊，不使自己陷入到无谓的纷扰当中啊。所以说我觉得在11月份的你们会完成一种身份或者说思维的转变，整个人会变得更加的独立和笃定，有一点像是那种刻意的和过去做的一个切割和告别啊，留下的这个背影啊，我觉得是你们真正意义上的成长了。那么第二张牌呢，星币10的逆位啊，这个星币10的逆位呢，我的感觉是它代表的是美中不足，但是呢，这个美中不足反而比十全十美要更好。为什么？因为十全十美的背后，它一定是有着某种隐患，你们没有发现的。但是这个美中不足，我觉得反而是一个中性偏好的消息，就是说11月份你们可能收获到的那些事情啊，大部分事情它可能都是偏向于正面的积极的，但是有一些事情啊，它会略微的带一些小的遗憾和瑕疵，但是不会影响整体的大局。所以我觉得这张牌就是告诉你们啊，就是不要去追求那些完美啊，因为完美的背后一定是有着某种不可承受的代价需要你们去承担。只有你们真正意义上的放下完美主义的时候，你们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完美，达到完美，拥抱完美。它更像是去主动的改变自己的心态，接纳一些遗憾和不完美，把那些遗憾和不完美看作是你们人生路途当中的风景，微笑的去面对他们，释怀在风中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星币10的逆位它是很有智慧的一张牌，就是让你们降低自己的预期，反而会有很多意外的惊喜发生。就不要把自己的预期打得太满，因为你们的预期打得太满，你们就越会害怕失去，越会患得患失，畏首畏尾啊，越赢则亏啊，给一些事情留一些余地，反而会有更好的结局啊。所以说11月份你们在智慧层面上会开悟啊，不再追求完美，不再结果导向，而是会放在就是在明确了自己的一个目的之后啊，会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过程和沿途的风景上面。而且呢，我觉得你们在接纳这种不完美的过程当中，你们会明白人生当中的那些顺境和逆境啊，本质上是同质的。你们会坚定的接受这两者啊，并且不再狼狈的希望事情本可以有不同，因为你们知道你们自身为什么是这样不完美的存在。最终我们会迎着忧伤里混着喜悦的泪，我们会给予我们的人生一个大大的肯定啊，为的就是这绝对可怖的人生里边那些零星的令人惊叹的美好啊。我觉得11月份的你们其实是会拥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啊，去发现那些生活当中那些琐碎的美好啊，那些美好也同样是令人惊叹的。这个逆位的权杖女皇，我觉得11月份的你们其实就是要做减法吧，简单的心态去对待复杂的人生，
做决定之前留给自己一个缓冲期啊。我觉得你们之前吃了一些亏，可能就是因为太快的做出了一些不理智的决定。我觉得女皇的话，既然能抽到这张牌，说明命运还是掌控在你们的手中的。而且呢，这个逆位的权杖女皇，她给我的一个信号就是，如果你们在11月份，你们想做的越多，你们能完成的就越少。但是嘛，你们如果能够改变自己的策略，把重心放在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上，你们想做的越少，最后反而你们做的那些事情的完成度会更高。所以说11月份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是要多看少动。如果一旦行动，一旦决定了行动，就坚决的行动，不要拖拖拉拉，不要瞻前顾后。同样也不要为了行动而行动，为了努力而努力。你们的行动一定是导向一个明确的目的地。然后逆位的这个权杖女皇，我觉得也是刻意的减少自己的行动之后，你们反而能够很快的看到回馈。就是因为你们是谋定而后动的，所以说你们的这个行动效率会非常的高。就好像猎豹在捕食的过程当中啊，它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窝在原地一动不动的，一旦当它开始奔跑，就势在必得。所以说我觉得你们在等待准备的过程当中啊，也不要太焦虑啊。这张牌其实有一点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的感觉。然后就是这个逆位的圣杯十啊，逆位的圣杯十，还有这个逆位的权杖八，还有这个逆位的星币十啊，这三张牌呢，它都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可能你们离你们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你们离成功只差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你们比想象当中的要更加接近那个目标。但是不要忘记啊，这组牌是用来提醒你们，就是如果你们能够稳扎稳打，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啊，其实你们得到那个东西是十拿九稳的事情。但是呢，你们也要注意啊，千万不要在最后的那个关头，去放松自己的警惕。越是到了事情发展的最后关头，越容易出现一些问题。那些问题往往是细节层面的，往往是那些始料不及的。所以说，越是到了事情发展的最后阶段，越要小心，越要谨慎。但是这三张逆位牌也告诉你们，其实你们离那个目标已经很接近了。要保持你们的耐心，保证一个稳定的状态。把你们手上的事情稳扎稳打的做好，你们就可以得到那个结果。所以说我觉得11月份的话，其实这组牌啊，我能够感受到好像属于你们的那股势头已经回来了，正在把你们推向一个对你们有利的方向。所以说我觉得11月份你们要做的是什么呢？那就是顺势而为。来什么你们就接什么啊，不去对他做期待，但是全力以赴的做好当下，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情。因为你们所期待的那个未来，它也是由无数个当下所堆叠而成的。所以说当下的你们啊，每时每刻都全力以赴，那么属于你的那个未来自然会到来啊。所以说宝剑骑士的话，我觉得11月份你们可以期待的是什么呢？你们手上拿着宝剑，身骑白马在追赶着什么？那么也就是说11月份的你们是目标明确的，而且呢，整个人的思维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整个人的逻辑性、条理性，对于未来的规划和想法也会逐渐的变得清晰起来。而且呢，你们手上的宝剑和你们身下的这匹白马，我觉得它对应的是11月份啊，会有一些得心应手的工具啊，意外发现的一些工具，能够提高你们的工作和学习的效率。所以说11月份不要埋头苦干，而是要聪明一点，学着聪明一点，借助工具去达到你们的目的。比如说从 A 点到 B 点，有人选择走路，有人选择骑自行车，有人选择开车，就是你们所借助的工具的不同，也会最终虽然说你们都会到达那个地方啊，但是所花的时间成本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借助工具找到做一件事情的窍门和支点，才能够让你们事半功倍。所以说11月份值得期待的就是源自于你们的一些意外的发现啊，可能会获得一些做事情的诀窍啊、方法论，能够让你们事半功倍。那么这个圣杯国王啊，我觉得11月份应该是会出现一个很稳重的，性格很稳重、很成熟、很温和、很有智慧的这么一个水象特质的新朋友。他只要在你们的身边，你们就会感到很安心啊，就像一个定海神针一样。你们可能会和这个特定的水象特质的人产生很多对话和交流，然后他和你们
开启的这个对话能够给到你们很多的启发。我觉得11月份你们要注意啊，这个和你们在11月份可能会产生一个很密切的交流和沟通的这个人，他也会很关键，因为他给你们提供的这种信息能够决定某件事情的发展。而且圣杯本身呢，它也是让你们的心态要保持稳定啊，要慢下来，慢下来才能够进入的状态，不要一味的贪多求快，那样会埋下很多的祸根。我觉得11月份你们主要的挑战在于控制好自己的节奏啊，别让自己冲得太快。因为你们在让自己慢下来的过程当中，其实能够发现很多的问题啊，然后及时的去修正这些问题，这个时候你们走的才会越来越稳啊。那么我觉得这张权杖10啊，这个权杖10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之前啊，就是在11月之前的整整10个月啊，整个人都是在一种很疲惫的状态下熬过来的啊。之所以我用熬这个字啊，就是因为可能之前就是在今年的11月份之前，每一分每一秒对你们来说都有那么一点点煎熬。那么11月份的好消息就是这种生活可能终于要走到头了啊，它是有一点否极泰来的感觉啊，就是压力承担到极限以后会突然的消失掉，如释重负啊。要么就是11月份你们是终于可以完成某件事情大功告成的感觉啊，会卸下很多的包袱，因为一直以来你们把自己的生活都填充的太满了，这个填充的太满就会有一点什么呢？水至清则无鱼的感觉啊，就是你们把自己的生活填满了以后，你们的快乐可能就消失了。所以说我觉得在11月份你们要留出一些空白的时间，能够让你们去浪费，因为对于你们来说啊，能够浪费的时间才是真正属于你们的时间。你们会从这种即将崩溃的状态里边走出来啊，把身上的包袱都卸下来，然后好好的去睡它3天3夜啊。权杖10我觉得可能更多的也是你们心态上面的问题吧。你们对这个问题啊，出在你们对自己有着过高的要求和期待上面，因为你们不允许自己放松，不允许自己休息，不允许自己失败，不允许自己长胖啊。你们越是不允许自己，你们内心当中的这种压力就越大，越是想要强烈的否定什么，本能的去否定，本能的去要求自己啊，你们的心态就越匮乏，越紧绷，越容易扭曲啊。所以说一定要让自己的内心松弛下来，要让自己有这样的一种疏离型的思维，把你们从这种重压当中抽离出来，观察与自己内心当中的那些负面的想法啊，跟他们保持距离啊，那些执念不要被那些执念带着走。所以说要做减法，把不必要的东西都扔掉，坚决的断舍离啊，能够让你们告别臃肿的人生啊，突然的变得无比的轻松和畅快。那我们抽到的这2张月亮神谕卡呢，第一张牌 Talk less, feel more， 少说话多感受啊。少说话呢，我觉得是可能你们要在一个人很多的场合里边呢，保持沉默，不要说太多啊，切记啊，不要交浅言深。而且呢，说太多可能在一个很复杂的场合当中，如果你们说太多，那么言多必失啊。有的时候就是和别人，有的时候可能说话和交流的过程当中能够带给你们答案，但是有的时候呢，保持沉默也能够带给你们答案。因为沉默并不是真的沉默，而是你们在进行自己和自己的对话，说明答案不在别处，答案就在你们的内心当中。然后我们抽到的这张牌 Trust all will be well 啊，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感觉到那个未来忽远忽近啊，有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所以说总是有很多的担忧、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认为那些人生的可能性和奇迹不可能发生啊。但是如果你们真的回想过去啊，回想你们一路的成长，回想你们克服的各种困难和挑战，达到的各种目标啊，你们其实就会发现你们的人生的就是在不断的显化奇迹的，那些人生的可能性一直都是在发生着的，那些挑战能够降临到你们的身上，一定是命运认为你们可以克服它。所以说关关难过关关过，步步难行步步行。虽然说眼下我们看不到，但是不代表它不存在。我们期待的那个未来，其实就因为我们在此时此刻的我们所创造的那个东西，就是我们的未来。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
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啊。那么第二组牌的第一张牌权杖五啊，我觉得在11月份的话，因为牌面当中有两个人啊，就是说11月份你们可能会和一个人冰释前嫌，握手言和，之前的误会会澄清，纠缠在一起的心结会被打开。11月份一定是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沟通到来的，而且我觉得在这张牌面上的话，人际关系上会存在着一些困扰你们的东西吧。这种误解它又是绕不开的，因为只要涉及到人际关系啊，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一定会产生误解和矛盾啊。但是只有踩过一阶又一阶的误解，才能够最终达到理解。所以说，我觉得11月份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吧，就是你们会对一些人放下成见，然后也有一些人放下对你们的偏见，重新试图去理解彼此，理解对方，换位思考。就像是混沌最终会汇聚成一种通融和秩序啊。误解会被理解，矛盾最终会和解。所以说我觉得11月份应该是会有一个人际关系上面的纠纷会尘埃落定啊，可以继续放心大胆的往前走了。第二张牌愚人啊，我觉得愚人牌它是有一种空杯心态的，就是11月份如果抽到这张牌的话，清空你们内在的一切想法，不要对它有任何的期待。只要你们不怀有任何期待，那11月份的每一天啊，每一天都会有不同的惊喜在等着你们。但是如果你们内心当中已经认定了那个结果，就是只有那个结果能够让你们开心的起来，那反而你们可能会忽略掉除了那个结果之外的很多美好。所以说愚人的话，我觉得除了这个指引的话，在11月份啊，你们的工作如果说它是需要一些设计的，需要创作的，需要想象力的，那么这种灵感它是涌现出来的，而不是思考出来的，它有一点非理性的随机性的。所以说11月份呢，你们要学会放空自己啊，允许自己去发呆，像一个愚人一样发呆，才能够产生出这种创造力啊。而且呢，愚人他有一种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不能够干扰你们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你们可以拥有那种成为任何人的洒脱感，还有就是摆脱不断质疑和否定自己的扭曲感啊。所以说愚人你们会来到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我觉得11月份会它是一个会集中面临到选择的月份，而且这个选择它不止一个，方向也不止一个。我觉得这组牌11月份你们每天都会有新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我觉得它更象征的是一种自由，就是你们永远不会走到一个僵局里，永远会保证自己的手中有选择，有退路，不断的就是在每一个十字路口上你们都要做好两手准备。所以说我觉得11月份的好消息它更像是在你们人生的前面啊，永远有不同的可能性在等着你们，你们不用害怕，就是不会走到那个没有路的阶段，或者说当你们觉得自己走到绝境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些你们没有设想过的人生的可能性它会显化出来啊。那么第三张牌宝剑8啊，我觉得这张牌你们好像就是在被隔离的这种感觉一样，可能是行动不便啊，或者说自我封闭，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隔离，我觉得你们可能都被困在了一个地方了。但是这张牌就代表的是11月份啊，有一个人会来探望你们啊。这种长期隔离的自我封闭的状态会让你们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和心灵都失去了连接，你们身体的感受无法被自己的头脑理解啊，可能是因为这种长期的自我封闭导致的饮食不规律，体重上上下下，情绪又不稳定啊，没有办法很好的照顾到自己啊。有的时候明明感觉到自己很累，但是想睡觉又睡不着，这其实都是你们的身体和心灵失去连接的一种表现。那么这个来探望你们的人可能就会来照顾你们一段时间啊，通过这样的一种陪伴来唤醒你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热情啊，能够让你们重新回归到正轨上。而且呢，这个权杖侍从啊，我觉得权杖侍从你们会和这个小动物有非常紧密的连接。比如说如果你们有养宠物啊，或者说你们身边的宠物会陪你们穿越人生的一个困境吧，穿越一个人生的困境啊，他们的这种陪伴对于你们来说很重要。我觉得权杖侍卫的话可能也对应的是你们在11月份啊和小动物的这种连接会非常的紧密啊，有一种说不上来的默契。比如说可能说11月份你们会看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在野外的有可能是流浪的猫猫狗狗啊，他们看到别人会很害怕，但是看到你们就会安静下来，甚至还会跟在你们的身后。
所以说，我觉得这张牌也是在试图告诉你们，当你们的内心感到匮乏的时候，要接触一些新的生命能量，比如说一些小动物小孩子啊，感受一下这个世界啊，它是依然很有活力的，不要困在一个地方啊，不要让自己慢慢的枯萎。而且权杖侍卫的话呢，它其实也象征的是新的开始啊，可能会涉足到一个新的领域啊，进入到一个新的行业环境当中，选择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学习和工作啊，就是这也是你们自身的一种能力啊。当你们身边的朋友可能都在诉苦啊，离开原来的地方啊，会有一种不适应和没有归属感的时候，其实你们已经很快的适应了各种新的城市的生活，还能够打理的井井有条，这也是你们自身的一种能力吧啊，就是能够很快的适应到一个新的环境和新的领域啊。然后呢，这张星币10啊，我觉得在11月份你们应该是会有一扇新的大门向你们敞开啊，一个人生的新的可能性会显化，或者说你们之前以为的那个有一点遥不可及的未来啊，现在正在比你们想象当中的更快的来到你们身边。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一部分人，11月份你们可能会参加一个活动，很盛大的典礼啊，很有仪式感，很庄重，可能是你们全程会见证这个典礼，也有可能你们是这个典礼的主角。然后恋人牌的话，这张牌呢你们在11月份的感情也会有变化，有一个久未露面的一直在潜水的人会露出水面，会给你们发来消息，或者说你们两个人会见面啊，可能说他一直在关注着你们啊。这张牌呢有很多个不同角度的解读，要么就是和你们有这样的一个联系，可能是一个恋人，但是你们处在异地啊，他可能会跋山涉水不远万里的来找到你们啊，也有可能是你们可能是在网上认识了一个人啊，然后在11月份可能你们会去敲定一个见面的时间啊，也有可能是一直在关注着你们的某个人，之前一直是隐藏在水面之下的，但是在11月份他会露出头来，他们发来的消息或者说这种见面啊，这种互动啊，它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可能也是一个久未谋面的朋友会重新恢复到联系啊，所以说这个恋人牌的话，这个亲密关系一定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进展的。然后这个星币3呢，我觉得是你们对于未来的一个规划吧，在11月份会变得更加清晰起来，你们正在一点点的列出你们明年要实现的一些计划和愿望，你们就已经在开始为此而准备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你们在11月份提前的做出的一些新的计划，做好的这些规划，很多事情其实你们在开始准备之后，你们会发现有很多错误一开始就是可以避免的，所以说你们提前准备和规划，这能够让你们在接下来事半功倍，赢在起跑线上。而且呢，这个星币3给我的一种直观的感受啊，11月份你们会独立的完成一些创作的作品，整个人能够沉淀下来，踏踏实实的去做一些对你们真正有利的事情，扎根啊，深耕到一个领域和行业当中啊，有一种心流吧，它是一种忘我的专注，忘记了对于时间和周围空间的感知，产生的这样具有控制的创造的这种能力啊，你们整个人他是拥有这种内聚力的，在11月份它是有序的，不再是碎片化的，不再是分心的，不再是3分钟热度的，在11月份你们会持续的整合自己啊，整个人的状态会很安静很专注，有很多了不起的成就，或者说很多很优秀的作品都是在11月份你们每一天做的每一件事情整合起来的。当你们把这种碎片化的生活整合在一起的时候，顿时你们就会有一种人生尺度的这种方向性啊，之前那些碎片化的生活，在你们整合的过程当中，你们会发现有这样的一条线，把它们都串联起来，来指引你们来到现在的这个地方。所以说11月份会有一笔很重要的交易会达成啊，会有一个谈判吧，宝剑2会有一个谈判，你们会得到一个东西，当然你们得到的这个东西是用你们另外的一些东西去交换的，它代表的是一个交易的过程啊，你们拥有的自身的资源一定是能够得到整合和优化的，这能够帮助你们接下来更好的应对会发生的问题和挑战。然后我们抽到的这张牌 Wild，你们在11月份会挑战之前你们一直想做但是又不敢做的事情啊，这些事情可能会有一点夸张啊，比如说染一个你们之前没有染过的头发的颜色，说走就走的旅行，从一个地方逃离啊，尝试一些你们之前不敢尝试的穿搭风格，
会有一种无所顾忌的去展示自己的勇敢和魅力，让你们变得很有力量，会用一种很大胆的方式去展示你们自己啊，取悦你们自己，不太会在意周围人对你们的看法，有着一种本着快乐最大的原则去顺从你们的心。所以说11月份的你们，其实在外部世界看来你们是叛逆的啊，但是这是一种生命力量的体现。你们的叛逆其实是对自己的顺从，你们不再逆来顺受，也不再乖乖的照做和服从，而是会有自己的想法，会大声的说出自己的观点。这会让身边的人对你们刮目相看啊，有一种一反常态，自己当家做主，舍我其谁的气场，会主导自己的生活。然后这张 contentment 啊，它其实是一种对于生活发自内心的感恩和知足啊，这种感恩的力量能够消除阻碍。你们在尝试着11月份把自己每一天值得记录的那些美好记录下来，你们就会深切地感受到你们拥有的一切可能恰恰是别人所仰望的一切，所祈求的一切恰恰是就是你们拥有的一切恰恰是别人所祈求的一切。这个时候你们就会从内心感到一种深深的满足啊。不要在互联网上去接收这种太多的负面的能量和信息啊，不要让自己活在一种攀比当中啊，这只会让你们感到更加焦虑。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边，活在当下。如果说你们想要得到快乐啊，我觉得唯一的方式就是避免深刻，别太在意得失，也别太纠结那些细枝末节，别钻牛角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发呆就发呆，也不用和别人争对错，也不用事事都寻找一个意义，不用硬逼的自己去做到最好。你们想的越少越容易幸福，计较越多越不容易得到快乐。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啊。首先呢，第三组牌我们抽到的这张圣杯王牌啊，我觉得11月份可能会发生一些令你们感到难以置信、意料之外，但是又在情理之中的事情，会让你们整个人陷入到一种很梦幻的滤镜里边，有一点眩晕的感觉啊。所以说11月份可能会有着一个你们预期之外的好消息在等着你们，而且这个好消息会让你们迅速的沉浸在一种幸福的喜悦当中啊。我觉得11月份一定是有着某件事情值得你们去期待和想象的。而且呢，这个星币4的话呢，我觉得11月份你们可能会从一种动荡的投资里边抽离出来，把钱放到一个很稳定的地方。也就是说11月份你们可能会因为自己做出的一些决定啊，从而避免了一些投资或者说金钱上面的损失，计划的取消反而能够帮助你们省下很多的钱。所以说星币4它是一种相对保守的能量啊，我觉得在金钱能量上面你们会很保守，能够攒得下钱，攒得住钱，不会让钱从你们的手上轻易的溜走。11月份它是一个做储蓄的这样的一个月份，能够攒得下钱的这么一个月份啊，你们攒下的这些钱能够给到你们安全感。这种就是说星币4它是一种控制的能量，很在乎，很谨慎，很保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有很强的决心啊，有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稳扎稳打的感觉，就是特别的稳。11月份还是稳字当头，稳中向好的感觉啊。所以说你们可能会来到一个稳定发展的阶段啊。从牌面上来看，你们可能不会让自己轻易的放松下来啊。这种警惕感，其实星币4它也是有一种警惕感的，就是你们要警惕你们内心当中的那种幽暗。幽暗可能意味的是某种贪婪，意味的是某种想要走捷径的心理，急于求成，想要得到廉价的快感而舍弃了长期的利益，忽略了事物发展的本来规律啊，这些都是你们需要警惕的。而且呢，星币4啊，在11月份，就是你们要保持对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自我反省啊，这是一种怎么说呢？这种自省啊，你们越是能够深入自己，你们就越了解这个世界，你们就越能够处理好你们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因为你们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其实本质上就是你们和自己关系的一种投射，所以说保持一种自省，能够让你们更好的理解那些你们过去理解不了的事情，能够让你们更加深入自己的内心，看到你们内心当中真正的渴望。那么这张权杖8呢，你们身后有一场风暴啊，可能说这个风暴你们现在已经身处于这个风暴当中了，有可能是在11月份这个风暴会来临。但是呢，我觉得从这组牌我看到的是你们会在这场风暴当中幸存下来，因为这场风暴它会让一些问题和矛盾暴露出来，
其实这些问题和矛盾你们早就意识到了，只不过它必须要有一场风暴，让他们暴露得更彻底，来让你真正的下定决心去解决这些问题啊。所以说这场风暴它并不可怕，因为如果没有这场风暴，那些问题啊只会在隐藏的表面之下愈演愈烈，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它会变得无法收拾，覆水难收。所以说这场风暴反而是对于一些问题的出清，能够让你们接下来的路走得更顺利一点啊。这个宝剑八呢，周围插满的宝剑啊，我觉得你们是被一些东西困住了，可能是你们自己把自己困住了，因为你们不愿意走出这些困境啊，是因为久久无法放下那些执念，不愿意走出过去。有一些错误可能你们不愿意承认，但是真正可怕的不是那些错误，而是错误的对待错误。所以说那些错误可能是过去的一些遗憾啊，你们需要从中得到教训，然后头也不回的往前走。11月份它是会有一个成长的契机的啊，因为这张宝剑十啊，虽然说你们的生活已经很难了，但是11月份会有一点像是抓住那种救命稻草的感觉，能够让你们看清楚一些东西啊，不再把自己困在一些环境当中啊，外部环境对你们的束缚和限制也会解除，整个人会有一种重获新生、重获自由的趋势。宝剑十，你们身上插满了宝剑啊，可能你们怎么说呢？你们身上的这些宝剑啊，你们身上压垮你们的每一件事情，它可能说出来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它堆积到一起就会让你们喘不过来气。所以说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抓住一个能够让你们一口气摆脱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困顿和阻塞的契机，是你们11月份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组牌里边我看到啊，可能你们的内心当中是有那么一点点怨气的，这种怨气往往来源于别无选择，对现状不满，但是又会因为一些客观因素的阻碍和束缚，让你们没有办法改变当下，但是又没有办法重新选择，不愿意面对重新选择，因为重新选择可能会带来一些损失和风险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产生巨大的怨气和不甘。如果你们想要从这种困境当中走出来啊，那些最后能够摆脱怨气向上走的人，要么就是在一地的狼藉里啊寻求到一种自救方案，要么就是抛弃掉眼下，投身于生活的泥沼当中啊，自我奋斗，运筹帷幄啊，增进自身价值，扼住命运的咽喉，从而改变现状。所以说不要自怨自哀，而是要做出一些行动和改变，而且要好好思考一下是不是有某种错误在不断的重蹈覆辙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星币二，你们会在11月份同时去做2件不同的事情啊，做2手准备，就是说你们会尝试去打破这种信息茧房。但是呢，在打破自己信息茧房之前啊，你们要先承认自己的局限性，就是有一些东西你们是不知道的，你们需要去主动的去寻求这个答案。所以说这个宝剑八，我觉得也是你们被困在了一个封闭的环境里边，让你们没有办法接受到一些外部的信息，这样的话很容易让你们陷入到一种恶性循环里边。11月份你们要做的就是勇敢的走出去，打破这种信息茧房，去接纳一些外部的信息，寻求一些帮助和过来人的建议。所以说这个星币二啊，我觉得也是在你们当下所做的这件事情之外，还有另外的一件事情值得你们去尝试。你们要有这样的一种不断的想要去保持学习，跟上这个世界发展节奏的心态，才不至于被这个世界抛下。所以说这个权杖七啊，11月份的话，可能你们在深思熟虑之后，会不顾周围人的阻碍，不顾身边人给你们的这种压力和他们的这种不理解啊，去做出一个决定和改变你们当下的现状。这张权杖七呢，它给我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啊。权杖七我觉得也是在11月份你们会承接一个很大的项目，所有人的期待和目光都在你们的身上啊。我觉得对应的一部分人，你们在11月份会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啊，你们的影响力会有一个膨胀和扩张啊，会有一个自我展示，可能会有登台演出的机会，但是会收获到巨大的成功。你们会顶住压力站上去，一些人做一些别人不敢做但是你们敢做的事情，承担一些别人不敢承担的风险，会有一种突破内心当中的恐惧，破茧成蝶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完成了一种蜕变的暗示啊，会成为一个领导者，会走在前面，不怕那些流言蜚语，隔绝噪音，专心的做自己，守护自己内心当中的信念。而且呢，这张圣杯七啊，我觉得11月份它会有很多的这种新的能量、新的选择出现啊，会让你们有一点眼花缭乱，选择太多，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会陷入到一种幸福的烦恼里边。但是在面临到选择的时候，其实你们不需要去向外界求助吧，你们内心当中是有答案的。
你们心里想的你们就怎么做，知行合一。所以说这个圣杯七可能也是在11月份啊，会有一些诱惑吧，让你们能够快速的得到一些廉价的快感，比如说邀请你们去参与到这种浪费你们时间和生命的社交当中，去吃一些不健康的食物啊，或者说放纵自己的欲望啊，这些都会打乱你们的节奏啊。所以在11月份的话呢，可能会有很多人登场，会有很多人说话啊，和你们说话，但是真正能够参与到你们人生当中的人是很少的，这才是你们真正要做的。就是在11月份，你们要去专注到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上面，去爱重要的人，做重要的事情，和真正重要的人建立一种深度的连接啊，这才是你们真正需要的。那么这张新月在天秤座啊 ，Know you are loved。11月份的话，我觉得会有一个好消息，它是会有一个人让你们知道，他是在深深的爱着你们的。这种爱会给到你们巨大的安全感，让你们对自己有一个确认，就是你们是值得爱、值得被爱的。这种爱它是没有条件的。这样的一个人，他会让你们知道，无论你们怎么样，你们成功又或者说失败，前进又或者后退，他都在那里，他对你们的爱不增不减，一直守护着你们，陪伴着你们，让你们觉得自己值得。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人对你们的爱呢，他会让你们在11月份有这样的一种很明显的感受，会被这种爱包围。当你们知道自己值得被爱的时候，你们整个人是饱满的、充盈的、丰沛的。所以说我们第二张牌 Reveal what needs to be seen。11月份大胆的去展示自己啊，去展示出自己你们想让别人看到的那一面，而不是藏着掖着。大胆的表达自己的观点、想法啊，会有很多意外的惊喜啊，会有一些人会吸引到一些人来找到你们，和你们建立这种连接，会意外的得到一些人的肯定啊。我觉得在你们展示自己、表达自己、释放自己的过程当中啊，你们的灵魂就会得到舒展。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自身的价值会经历一个进一步的确认。即使你们经历了无数次的这种自我怀疑啊，你们还是会重新爱上自己啊，能够在无数次的崩溃当中慢慢的自愈，能够在这个混沌的世界里保持清醒。内卷的竞争当中，你们能够始终认清自我，保留自己坚守的底线。虽然说你们偶尔有些悲观，但是真诚和善良永远是你们的底色啊。就是11月份的你们啊，痛苦还是会有，但是该来的快乐一样也少不了。无论你们经历了什么，你们经历的一切都会让你们找到那个未来的方向，坚定的往前一步一个脚印啊，每天进步一点点，相信执着专注的力量。对于你们来说，人生就是一次灵魂的修炼，会让你们在谢幕之时比开幕之初变得更加的高尚啊。所以说你们要注重这种每天一点一滴的积累啊，人生它其实归根到底就是一瞬间一瞬间的积累啊，持续的积累，每一秒钟的积累都会成为今天的这一天，每一天的积累都会成为接下来的一周、一个月乃至一年，甚至是你们的一生。那些令人感到惊奇的伟业，其实都是极为普通的人啊，兢兢业业一步一步持续积累的结果。所以说你们要11月份要做的就是很简单啊，但是它很简单也很难，就是因为你们11月份可能能够让自己持续的保持这种状态，但是难的是你们每个月都要保持这种状态，就是把你们手上每天要做的事情认认真真的做好，一点一滴的去积累，脚踏实地的去做好每一件你们应该做好的那些事情，就会成就一些你们难以想象的那些伟业啊，就会积累一些了不起的成就。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